大家好，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，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的消息就已经开始不胫而走了。但是两人都义正辞严地发表过辟谣声明，而且冯绍峰还在去年11月份就开始起诉造谣者了。赵丽颖、冯绍峰的工作室更在1月23号内娱辟谣日再次怒斥不实的报道，直指浑水摸鱼，力证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状况。而冯绍峰的起诉案最终也在今年的3月18号得到了最终的判决，冯绍峰成功获赔7000元。然而一个月后，也就是4月23号，赵丽颖就在社交平台官宣自己跟冯绍峰离婚了。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点，蹊跷的反证了谣言其实真的是遥远的预言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冯绍峰前脚刚刚赢了官司，后脚就输了感情。从案情的判决书上看，两个人的实际离婚应该是在判决下达之后就已经悄悄进行了。因为密不外宣，所以才显得时间紧凑，相当的突然。这一连串先辟谣后正谣的前后操作，原因并不明朗。无论如何，两人婚姻关系的最终破裂，加上冯绍峰家暴、出轨、偷吃以及小三怀孕等等漫天的流言，对于冯绍峰的影响注定还会发酵一段时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作为第一对应用民法典的大明星夫妻，他们俩的离婚为什么会这么容易？有没有黑箱操作呢？他们彼此的财产都那么多，有那么容易理清吗？其实他们的离婚不仅没有那么复杂，也恰恰反映出了民法典的严谨和人性。首先，其一，因为身份的原因，但凡明星夫妻结婚离婚所涉及的不只是财产，还包括各种合同以及商业上的瓜葛。为了避免婚后彼此的财产分配出现争端，不少明星都会先签协议再结婚，对双方各自的财产和债务以及权利归属等问题做出事先的约定，以免将来离婚的时候产生不必要的争议。所谓亲兄弟也要明算账。其二，冯绍峰、赵丽颖两个人的离婚走了快车线，也就是协议离婚。要知道，离婚有两种途径，一种是协议离婚，也就是男女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关系，并就子女抚养、财产分割达成了一致，然后一同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就行了。一种是诉讼离婚，这种情况就是男女双方意见相左，无法就离婚或者子女抚养或者财产分割达成一致，所以最后要对簿公堂，这就旷日持久了。比尔盖茨两夫妇走的就是这条路。而在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民法典生效之前，协议离婚这条快车线其实更快，只要双方达成一致，带同协议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都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之后嘛，就需要加上30天的冷静期限了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方后悔了，随时都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。因此，协议离婚需要等待起码86400分钟了，而不再是分分钟了。所以，从赵丽颖、冯绍峰4月23号的离婚官宣中，可以看出两种可能性：一个是当时他俩已经向民政局申请了离婚登记，因为还在30天的冷静期内，所以拿到证才算是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，属于进行式。第二个可能是冷静期已过，冯绍峰与赵丽颖至少在30天之前就已经离婚完毕了，属于完成式。这种可能让那个刚刚完成赔款道歉的公众号情何以堪呢？另外，两人的离婚既然属于协议离婚，也注定提到了财产分割、抚养权、协议公证、户口处理、姓名处理等等细节性的问题。比方说，冯绍峰、赵丽颖不能因为孩子变更了姓氏而拒付孩子的抚养费，而赵丽颖、冯绍峰任何的一方如果擅自更改孩子姓氏的话，一旦引起了纠纷，通常都会被责令恢复原姓氏。这就是法律的人性之处和可爱之处了。说白了，就是把话都说清楚了，再各走各的路。民法典实施了小半年，武汉市的离婚大数据中显示，因为冷静期，约58%的夫妻申请之后放弃了登记离婚，
也就是说，约有60%的夫妻放弃离婚了。这证明民法典硬性规定的冷静期还是颇有成效的。希望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前，也都加入一个冷静期。毕竟，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而是庄严的承诺。